江城召回三毒，见尚未收入鞘中，惊疑不定地观望着战局，插手不是，不插手也不是。缠斗持续了小半炷香，从人群中打到了结界边缘，魏无羡指尖微抖，已渐渐有些乏力，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都已近极限。方才情急，他并未考虑该如何收场，可眼下也分不出心神考虑。笛音不再流畅，转而有些断续，悍将的动作也随之凝滞了。温宁立即占了上风，锤得悍将毫无还手之力。这时一阵琴音铃铃而上，如浪潮般淹没了所有人的耳朵。魏无羡侧手，见蓝忘机翻琴在手，立于他身后不远。指尖悻悻一拨，极其简单的旋律却伴他那凄惨的笛音左右，两相结合，如乳水交融。不难听出，这琴声是为衬他的笛音而改奏的。曲风较为陌生，既肃杀又时而和缓，流入魏无羡耳中，还有疏解安抚之效，一丝柔和的意味。韩光俊居然与此人合奏！众人心中的惊骇再次掀过了头顶。且还是如此不堪入耳的笛声。深吸一口气，魏无羡稳住节奏，再次将曲子连贯了起来。有了蓝忘机的加持，着实轻松不少，甚至能让两方凶师打得更焦灼、更激烈一些，以便各位看官们看得更精彩。不错，魏无羡并非仅仅指挥着悍将，而是一曲双御。听似杂乱无章的笛音，实则为两首不同的御曲拆分重组而成。不同的曲段分别控制着温宁和悍将。这一招极其困难，魏无羡在前世也仅尝试过一次。虽说他经常御以万计的凶师，但要在一曲中融入两段完全相反的指令，使两师对拼却非常不易，需12分的全神贯注。若遇的还是两具凶师，更难比登天。不多时，即使有蓝忘机相助，魏无羡也已心神俱疲，但他不得不继续下去。若非如此，待他而上的便是百家的刀枪剑戟，温宁将凶多吉少。琴声与笛音缠绵，状似在帮着悍将压制温宁，实则大半加在了魏无羡身上，助他凝神调息。魏无羡正怀疑蓝忘机是否看穿了自己的伎俩，视线一转，落到一旁的结界缺口处，忽而心头咯噔一跳。温宁、施斗，近在咫尺的缺口，眼下不正是脱身的大好时机吗？一套完整的计划瞬间在脑中形成。现在温宁与悍将相斗，而他是指挥悍将的人。若温宁发狂挟持了他，再迅速撤离，不就两个人都能顺利逃走了吗？只要下达最狠的命令，以温宁的速度，就算百家御剑也不一定能追上。往大山里一钻，便消失无踪，水到渠成，天衣无缝。魏无羡当机立断，将指令融入笛音，命道：温宁，撞我！悍将的动作缓了一刻，为温宁腾出时机。温宁身形一闪，化为一道残影，将魏无羡撞得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一棵树上。魏无羡当即眼前一黑，险些失了意识。他喉中腥甜，紧咬牙关，却还是忍不住痛咳了几声，口鼻溢血。温宁没有神智，说撞便不留余力地撞了。若魏无羡毫无防备，或站得稍微远些，非被撞散架不可。可这一步却是必不可少的，只有温宁重伤了他，才能洗去他身上的嫌疑。鬼将军是不可能袭击夷陵老祖的，也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失去反抗能力，顺理成章地被温宁带走。众人被一霎时的变故惊呼出声，蓝思追和蓝景怡脱口而出：莫前辈。魏无羡被撞的双耳有些耳鸣，也能听出两个少年语中满满的担忧，实在难为他们了。在这快要痛晕过去的时刻，魏无羡脑中却接二连三冒出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念头。他想，蓝湛的琴声为什么变了？不知从何时起，清澈的琴声不再波澜浮水，而是充斥着杀意，铮铮入骨，有如千军万马踏浪而来。然那些军马冲到近前时，又生生勒住，焦躁不安地徘徊在原地。魏无羡抹了一把脸，强撑着举起竹笛，向温宁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：刻不容缓，带我离开。温宁将他甩到肩上，直直冲了出去。结界被他一撞，稀里哗啦地破碎了。众人眼里看来，情形便是莫玄羽企图吹笛反抗，被鬼将军抓到背上带走。
而温宁脚下生风，瞬间跑出老远。待温宁的身影都快消失在山林之中了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鬼将军跑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啊！数把仙剑齐齐出鞘，载着主人升上高空。然无论他们再如何追，都无法追上发狂的温宁。魏无羡伏在温宁肩上，意识慢慢模糊了起来。昏睡之前，他听见蓝忘机冰凉的琴声逐渐远去，却依然不肯分离似的，不断地随他们流淌，难舍难分。晚间的天空，各色余晖相映。魏无羡再醒来，已过了许久。悠悠睁眼，鸟鸣在耳边游息，夕阳淋了他半身。魏无羡发现自己正被挂在一棵树的枝头上，温宁站在树底，一动不动地仰头看着他，不知等了多久。没有神智的温宁，应当是觉得树上比较安全，才把他挂了上去。魏无羡软绵绵地怔了怔，实在提不起劲。温宁，放我下来！又吹了2声哨子。温宁慢吞吞地听从他的指令，将他从树上抱下来。落地后，一阵头重脚轻，气血翻涌。魏无羡靠着树干缓了许久，才慢慢平息。温宁那一撞着实很辣，肋骨估计是断了，害他胳膊有些抬不起来。所幸他们顺利逃出来了。温宁得他指示，定是将他带出了极远。太阳都快落山了，百家的人还没找来，说明他们姑且是安全的。魏无羡调息了片刻，这才有功夫检查温宁为何失去神智。他在温宁头颅两侧拔出了2枚黑色的长钉，如毒牙般深深咬在温宁颅腔内。长钉上刻满了细密的纹路，这是为操控温宁，不让他能自行思考所打入的固执。百家虽对他喊打喊杀，却对他留下来的东西爱不释手，耗尽心思做了这些长钉，也不愿将罪大恶极的鬼将军挫骨扬灰。魏无羡将长钉收好，而靠在温宁手腕和脚踝上的铁链暂时没有办法。温宁同人中一片惨白，彻底恢复神智还需一段时间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走吧。残阳若寿，夜色微灵，一人一尸缓步向山下走，山林间也逐渐归于寂静。魏无羡走了一会儿，便有些吃不消，胸口阵阵闷痛，腿脚不听使唤，不知是不是温宁扛着他移动时在哪儿伤着了。他挑了块稍大的岩石躺上去休息，透过夜间缝隙隐约可见新生的沟月，闭上眼却心潮涌动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重生以来发生了太多事，从逃离莫家庄至少山变故，时时紧绷着那根弦，来不及歇一口气。虽说现在周身作痛，却是他难得安稳的一刻。这场风波算是终于过去了。等离开大梵山，往后的日子可能四处云游，猎猎小妖，搞搞发明。老朋友们的生活有姿有色，金陵也见了，他过得很好。虽然脾气学了他舅舅石成时，能不打扰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。魏无羡躺着躺着，屏息侧耳，听见野林深处似有水声传来，舔了舔有些干的唇，他忽就觉得渴了。左右睡不着，这地方荒山野岭，也不适合休息，还是找一处能挡风遮雨的山洞，万一遇上百家的人，也能避一避。魏无羡艰难地爬起来，脚步一深一浅，循着水声去了。温宁默默跟在他身后，叮叮当当的铁链也垂头丧气似的，停停顿顿。拨开树丛，有小溪在半昏不暗的天光下安生流淌，溪尾埋在林中，占了最后的霞光。魏无羡探到溪边，溪水不浅，能没他膝关。就着倒影，魏无羡见自己现在的模样比温宁还像鬼，披头散发，面带泥泞和血污，好不狼狈。简单洗了洗脸，魏无羡舀了2口水喝，而温宁则在岸边乖乖杵着。这时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像是衣料摩擦发出的动静。魏无羡猛然回身，这声音不可能是温宁发出的，温宁无他指示，绝不会动弹。可还没看清来人，脚下一软，几乎扑进水里去。一只手抢在他栽成落汤鸡之前，将他捞了回来。魏无羡气息不匀地站稳，定睛一看，身披双白，如月亮水面，不是蓝忘机又是谁？韩光君。蓝忘机怎么会在这里？魏无羡着实一惊，下意识挡住岸边的温宁。韩光君，你听我解释。
先前一套做戏，使温宁在众目睽睽之下掳走了他，而今他却和温宁其乐融融的一起行动。蓝忘机注视他，面无波澜，一语不发，似真的在等他解释。